大家好，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我是鬼影。今天我要带你们再次走进香港的暗影深处，探索4个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你是否曾听说过深夜中华富村上空神秘的蓝光，或是西贡山林里永无止境的迷失之地？新娘潭的水面上，仿佛总有一双无法安息的眼睛在静静等待，而索罗盘村中的风水结界则守护着一片禁忌之地。这些故事如同一扇扇隐藏的门，通往不可见的世界。今晚，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些灵异传说的神秘面纱。新娘潭，不安的幽灵与怨念之地。第一则是香港北区的新娘潭，这名字听上去有些浪漫的色彩，但实际上，这片水潭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哀怨的悲剧传说，让它成为了香港的灵异禁地之一。话说这一切起源于一场永远无法完成的婚礼。相传几十年前，有位年轻的新娘怀着满心的期盼，坐上了迎亲的花轿。那天，她的心情犹如初春的阳光般灿烂。迎亲队伍从乌蛟腾出发，途经山路小径，准备将这位新娘送往鹿井的新郎家。一路上敲锣打鼓，鞭炮响起，气氛热闹非凡，仿佛整条山路都染上了欢愉的气息。然而，当他们经过一片深潭时，悲剧发生了。前方的轿夫脚下一滑，花轿猛然倾斜，新娘措手不及，被甩出花轿，重重摔入湍急的瀑布潭中。惊慌的轿夫和亲属们连忙下水营救，但潭水深不可测，水流凶险，他们拼尽全力也未能将新娘从水中救出。就在众人眼前，这位满心期盼的新娘被潭水无情的吞噬，永远留在了这片寒冷的水中。为了纪念这位枉死的新娘，人们将这片水潭称为新娘潭。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潭水并未平息，反而开始伴随着一系列灵异事件。传说，这位不甘心的新娘怨气深重，她的灵魂仍然徘徊在潭边，等待着一位替身，让她能够再度重生。自从这起事故发生后，新娘潭便逐渐被赋予了恐怖的色彩。村民们说，夜晚时分，总会有神秘的敲锣声从潭边传来，仿佛又是一场迎亲的仪式。那声音若隐若现，低沉而诡异。起初，村民们以为是错觉，直到有人终于忍不住，循着锣鼓声走向潭边。当他来到潭边时，周围一片寂静，潭水黑沉如镜，没有任何人影，只有幽幽的月光映在水面上。这位村民心中疑惑，认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便打算折返回家。可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忽然感到一阵异样的寒意。他再次回头，只见一位女子的身影出现在潭水上，穿着新娘的传统礼服，整张脸被凤冠霞帔掩盖住，身姿端庄的在潭边照着水面，彷佛在打量自己的倒影。然而，当村民仔细一看，却发现这女子没有倒影。他的心跳骤然加速，恐惧如潮水般涌上来，跌跌撞撞地逃离现场。这件事在村中传开后，接连又有人声称亲眼见过那位死去的新娘，总在夜里出现，无声地徘徊在潭边。更有甚者，许多司机夜间驾车经过新娘潭时，会莫名其妙地发生车祸。有人认为这是新娘的冤魂在寻找替身，将无辜的路人拉入潭中。这些灵异传说令新娘潭的名声更加恐怖，夜晚的潭水仿佛变成了深不见底的地狱之门，吞噬着每一个接近的人。尽管新娘潭的灵异传说让人胆寒，这里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壮观的瀑布仍吸引了不少游客，特别是情侣和新婚夫妇，他们喜欢在这里拍摄婚纱照。然而，这些拍摄却时常伴随着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有传言说，曾有新人在婚纱照中看到一个披着凤冠霞帔的新娘出现在照片中，像是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们。有一位摄影师曾带着一支拍摄队伍来到新娘潭取景。就在拍摄进行到一半时，周围忽然被一片白雾包围。起初，
他们以为是气候原因，直到白雾开始不自然的凝聚，形成了人形。那人形白雾慢慢向拍摄队伍逼近，摄影师和团队成员吓得魂飞魄散，立刻停工逃离现场。新娘潭的灵异现象不仅吸引了好奇的游客，还吸引了不少神秘的宗教团体。2009年，一个疑似邪教组织的神秘宗教团体在农历初一或15的深夜来到新娘潭，进行所谓的请鬼招财仪式。这群信众约100人，他们摸黑来到潭边，插满香烛，并将大量的金银衣纸供奉在水边，还将附近的烧烤炉当成香炉，插满大香，场面诡异而盛大。然而，当仪式进行到燃香祈福时，忽然见狂风大作，烧着的香火飞溅，点燃了周围的杂草，火势蔓延迅速，信众们急忙试图扑灭大火，却未能成功，最终慌乱逃走。直到第二天清晨，晨运的村民发现火灾现场并报警，消防员才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村民们透露，这类邪异的祭拜活动并非罕见，每逢月圆之夜或农历特定日子，便会有大量神秘人物聚集在新娘潭插香拜祭。有人称这些人是邪教，意图利用亡魂的力量来招财纳福，而新娘潭早已被不祥的灵气所笼罩，这些仪式只是增添了他的怨气，使得这里成为不祥之地。新娘潭的故事在香港广为流传，这片水潭原本是一片秀丽的自然景观，却因一场悲剧和后来接连不断的灵异传说而成为禁忌之地。如今的潭水依旧清澈见底，瀑布依然气势磅礴，但夜幕降临后，潭水深处仿佛藏着一双执着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位接近者，等待着那位未曾到来的替身。华富村 UFO 事件，夜空中的访客。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华富村的 UFO 事件。这并不是单纯的目击，而是一场惊动了整个香港的神秘现象。这段故事传出时，整座城市为之震惊，因为它仿佛证明了我们并非孤身一人，而是被某些来自未知世界的访客悄悄注视着。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代的某个夜晚，当时华富村刚建成不久，是香港当地一个新兴的住宅区。那时的华富村四周相对开阔，楼宇之间并无高大建筑遮挡，夜幕低垂时，住户可以一览无遗地观赏夜空的星辰。而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居民们却遭遇了一场永远无法忘记的天空异象。那天夜里，大约是凌晨2点，整个华富村都沉浸在宁静之中，仅有微微的风声伴随着夜色。忽然，天边出现一道闪耀的亮光，居民们最初以为是远处的探照灯，但随着光芒越来越亮，很多人从睡梦中惊醒，纷纷走到窗边查看。大家惊恐地发现，夜空中悬浮着一个庞大的圆形不明物体，闪烁着蓝色的光芒，仿佛一颗巨大的星星坠入人间。那飞行物盘旋在华富村上空，速度不快，光芒却强烈刺眼。无数住户目睹了这一场景，甚至有些人拿起相机拍摄，但照片中的光点与现实相比微弱许多，仿佛飞行物自身有某种力量，无法真实被捕捉。当 UFO 逐渐靠近华富村时，低频的嗡嗡声开始在耳边回荡，这声音低沉而压抑，仿佛能直接震撼人心。随着 UFO 的接近，整个村内的路灯忽然熄灭，所有的电器失灵，整栋大厦陷入黑暗之中。居民们的恐惧不断加剧，有人声称自己感到头晕，甚至看到异样的蓝光闪烁在眼前，那光芒穿透了眼睛，直达大脑。不知过了多久， UFO 停留片刻后，逐渐升空，快速地远离，最终消失在云层中，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但这场景却深深烙印在目击者的记忆里，成为永生难忘的恐怖经历。自那夜之后，华富村内的居民开始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坚信这是来自外星的访客，有人认为是政府的军事实验，还有人说那是未来的影像出现了错误，短暂穿越回到现实。然而，不论是哪一种解释，华富村的天空中
确实出现过那场无法解释的异象，这一事件甚至影响了许多居民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变得不安，觉得这片区域被诅咒，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见证了不属于人间的存在。许多研究灵异现象的爱好者甚至开始调查华福村附近的磁场变化，认为这场异象影响了当地的磁场，导致日后一些灵异事件接连发生。然而，无论怎么推测，那夜空中的访客依旧成为无解的谜团。或许有朝一日，这场 UFO 事件的真相会浮出水面，但在那之前，华福村的天空依旧笼罩在一片神秘的阴影之中。在香港隐秘的乡野深处，索罗盆村成为了不敢轻易谈起的禁忌。这座古老的村落在地图上几乎无法找到，却在灵异爱好者之间声名远播。相传，进入索罗盆村的人若心不虔诚，便会带着恐怖的记忆逃离，甚至有些人再也无法从这片土地上回来。夜晚来临之际，索罗盆村的传说就像冷风一样穿梭在都市的街巷中。索罗盆村的故事从来不会轻易被谈论，村中似乎承载着不为人知的怨恨。相传，这片土地在多年前是个小有规模的村落，村民彼此相处和睦。然而，一个富裕的家族来到了村里，这个家族的家主生性贪婪，对村民们百般压榨，甚至为了夺取田地，经常逼迫他们以低价卖地。村民们敢怒不敢言，直到家主有次用毒杀死了数个不愿卖地的村民，才引发了众人的反抗。然而，村民终于集体爆发怒火的那一夜，却成为了索罗盆村诅咒的开端。据说，家主临死前对村民咒骂，发誓将用自己的魂魄缠绕在村子中，让村民永无宁日。自此以后，村中怪异的事情频频发生。村中的动物莫名其妙地死去，甚至有人说在夜里看见家主的灵魂在村口徘徊。恐惧弥漫在村民之中，最终逼迫他们纷纷迁离这片土地。索罗盆村逐渐变成了空无一人的废墟。几年后，一些年轻人对于索罗盆村的诡异传闻产生了好奇，于是结伴前往探险。然而，他们进入村子的当晚，便遭遇了不可思议的景象。据说，他们在走进村子后的第一眼就看到街道上的雾气如波浪般翻涌，脚步落下去时，地面的土壤竟然发出沙沙的声音，好像踏在无数人骨骼上一般。当他们深入废弃的房屋时，听到屋内不时传来微弱的低语声，那声音忽远忽近，有时像是女人的哭泣，有时则像孩子的啜泣。其中一位年轻人曾回忆说，那声音好像就在耳边，声音哀怨且低沉，让人毛骨悚然。当我循着声音寻找时，只见到黑暗的角落里有隐隐绰绰的东西闪过，但仔细一看，却什么也没有。我的心跳加速，几乎想转身逃离，但双腿像是被牵锁住般无法动弹。村口的一棵巨大老树也成为了传说中的诡异之地。据说那棵老树枝干盘曲，如同一只张牙舞爪的巨兽。当地人常说，老树下埋葬着被家主迫害而死的村民，夜晚他们的魂魄仍旧徘徊在老树周围。有胆量的人曾经站在老树旁观察，却发现树干上竟然像有模糊的人影，不停地抖动着，像是有人吊死在上面，挣扎的身影被月光映照在树干上。还有一些人说，夜深时分站在老树下会感到一股寒意从地底涌上来，仿佛脚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爬行，想要抓住他们的脚踝。一些灵异爱好者试图拍摄这棵老树的照片，却发现照片上出现了不明的黑影，有的甚至捕捉到了半透明的身影。有人说，这些影子都是被索罗盆村诅咒的亡魂，日夜不休地在村口徘徊，守护着这片怨气缠绕的土地。索罗盆村的故事随着更多人的探险逐渐变得愈加诡异，甚至有些人离开村庄后身体状况异常，出现了高烧不退或梦魇缠身的情况。据说，一些经过索罗盆村的生还者无法忘记自己看到的景象，他们在夜晚无法入睡，
总是听到耳边有凄厉的呼喊声，有人旁附看见村口的老树下有个人影，冷冷地注视着自己。有些人怀疑，村子被诅咒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家主的怨恨，而是因为他当年曾进行某种诡异的祭祀仪式，将村民的灵魂封印在村中，令其永世不得超生。当地有一位年迈的道士曾试图进入索罗盆村驱鬼消灾，然而他在进行法事时却突然全身颤抖，面色苍白地喊着有东西在盯着我，随后便失去意识。据说该道士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神智，家人为了保护他，甚至将他送至乡间的疗养院。有一对情侣曾经对索罗盆村的传闻产生了好奇，决定在半夜前去一探究竟。据说他们在入村后不久便遇到了恐怖的经历。男孩忽然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起初以为是女友的恶作剧，然而回头一看，发现女友脸色苍白，并未发声。随着呼唤声越来越清晰，男孩开始感到心悸，决定返回村外。然而在他们返回途中，竟彷佛走入了一个回圈，无论往哪个方向行走，始终无法找到出口。就在他们彻底感到绝望时，忽然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低着头慢慢向他们靠近。女孩惊恐地尖叫，两人急忙跑向反方向，最终在天亮时才勉强找到回村的路。然而回到家后，他们的日子并未好转。女孩开始夜晚时分时常惊叫，声称那名女子总会在窗外徘徊，而男孩则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甚至有时会在半夜突然起来，望着窗外默默发呆，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般。索罗盆村的诡异传闻至今未曾停止过，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阴森恐怖。有人说，索罗盆村的土地上堆积了太多怨念和痛苦，已无法安宁。即使在现代都市化的进程中，索罗盆村依然被一种诡异的力量保护着，无人敢踏足。若有人想挑战这片金地，他们很可能会带回不可思议的阴影，甚至被诅咒所缠，成为索罗盆村无法逃离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在夜晚依旧静默，似乎静静等待着下个不知情的访客踏入，然后被吸引到阴冷的黑暗之中，成为另一段无法解释的诡异传闻。索罗盆村这片隐秘的诅咒之地，究竟还会留下多少人的灵魂？这个答案或许永远埋藏在那棵老树下，不再被揭开。西贡结界的迷离传说。在香港西贡的山林深处，隐藏着一片迷离的土地，被称为西贡结界。这是一处说不清的地方，彷佛深藏着时空的秘密，据说一旦踏入，便可能永远迷失于其中。无论是在灵异爱好者之间，还是在登山客的口耳相传中，这片结界总是伴随着诡异的故事流传着。今天，就让我为你讲述这个结界的不可思议，还有那些被困其中的人的经历。西贡结界的传说源于数十年前，据说当时有不少喜爱探险的青年人曾进入这片山林后无声无息地失踪。虽然当地警方多次进行搜索，但始终无法找到失踪者的任何踪迹。有些人甚至在失踪多年后突然现身，但出现时却完全失去了意识，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而回。当地居民开始传言，这片地区被古老的结界所笼罩，是一个进去就难以脱身的无底洞。有个故事说，一位热爱灵异事件的男子前往西贡山林，试图揭开结界的神秘。当他踏进山林深处时，最初还能听见鸟鸣和风声，然而不久后，周围忽然变得异常静谧，连风都彷佛停滞不动。更奇异的是，他的手机信号竟完全消失，指南针也不停旋转。男子开始感到不安，试图返回来路，却发现每条小径都变成了他未曾见过的陌生景象。这一切像是大自然刻意布下的迷宫。许多进入西贡结界的人提到，在结界内部，时间和空间会产生异常的扭曲。据说有位登山客在穿越山路时，惊见前方雾气中隐约浮现出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
脸色苍白，无声地望着他。登山客不安地加快脚步，却发现那名女子总会出现在他面前的路上，无论他走多快，都无法避开他的目光。我看到那名白衣女子时，她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灵魂。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是这片结界的守护者。我越走越快，想逃出她的视线，但无论走向哪里，她总会出现在我前方，最后竟回到了最初踏入结界的地方。许多进入结界的人回来后提到，结界内部的时间似乎变得混乱不堪，甚至像是进入了一个时间断层。有些人声称自己在结界内不过待了数小时，但出来后却已经过了数天，甚至有一名男子称自己只在内部待了半小时，然而外界已经过了3年之久。这种时间断层的现象让人摸不着头脑，仿佛结界中的空间扭曲，连同时间也一并改变了。有个传说提到一位年轻情侣进入结界后，似乎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女孩回忆说，我们进入结界后，不知为何感觉时间流逝得极为缓慢，每走一步都好像被什么拉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而当我们终于走出来时，才发现天色已经从下午变成了夜晚，仿佛一切都被无形的手改变了。镜像空间的传闻也一直是西贡结界的神秘之处。进入结界的人常常发现自己仿佛被困在一个重复的环境中，无论怎么走，总是会回到相同的景色，像是在某个循环中打转。一位来自大学的灵异研究小组曾进入结界调查，结果在其中的某个树林中迷失了方向。无论他们怎么走，眼前的树木和地面都像是一模一样，像是一个无止境的镜像空间。有成员回忆道，我们走了很久，却发现自己像是进入了平行世界。前面明明是我们走过的路，但每当我们试图绕开它时，又被另一片完全相似的景象挡住。最后我们只能原路返回，却发现回去的路也变了模样，让人感到完全无助。最终他们在迷失数小时后才被当地居民救出，但小组成员无法解释他们为何一直绕在同一片树林里，且在他们的手机上拍摄的照片竟全是模糊不清的黑影。西贡结界的传说中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多起离奇的失踪事件。一名登山爱好者在踏入结界后便杳无音讯，直到几年后才在某条偏僻的山道上被人发现。然而这名男子神志恍惚，对于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毫无记忆。当人们询问他当年是如何度过失踪的时光时，他只是喃喃自语，称自己一直在走，走不出那片山林。另一名失踪者在结界内找回后，则声称他遇见了一位向导，这位向导引领他在结界中穿行，最终带他走出了那片混沌的空间。然而这位向导的样貌却始终无法记清，像是某种幻觉般飘忽不定。有人猜测，这位向导可能是结界中的守护灵，用于引领那些即将迷失其中的灵魂走回正道。结界中的人声也让许多探险者不寒而栗。有人曾提到，自己在结界中听见耳边传来模糊不清的低语声，声音时远时近，像是有不知名的存在在监视他们的动向。有些人声称看见了残影，这些残影在远处若隐若现，仿佛一个个站立的人影静静凝视着他们，却又一闪而逝，难以辨认。曾有一位灵异爱好者试图录下这些低语声音，结果在回放时发现录音中充满了断续的耳语，像是有人在低声吟唱。有人说，这些残影和耳语是过去那些迷失在结界中的灵魂遗留下来的痕迹，他们被永远囚禁在结界内，成为守护者的隐秘一部分，等待着下一个误入者进来。西贡结界的故事至今仍无人能解。有人说，结界内部的异象可能来自于大自然的磁场扭曲，导致人类的意识发生错乱。也有人认为，结界是某种灵异力量的象征，进入其中的人将被迫面对内心的恐惧，无法轻易逃脱。甚至有传闻说，结界并非一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通往异界的门，一旦进入，便有可能踏入另一个维度，
彻底失去回到现实的路径。每一位尝试闯入结界的探险者，无论是否带回异常的故事，几乎都无法清晰地表达他们的经历，仿佛大脑的一部分被结界抹去。那些谣传，那些故事，成为了西贡结界的神秘组成，与现实的世界若即若离，继续等待着下一个进入者。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鬼影档案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我是鬼影，我们下次见。